你知道中国法律最厉害的一条是什么吗？就是这条叫做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。即便你是活佛，想转世也得走法定程序。那什么叫活佛转世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高僧在圆寂后发愿继续返回人间普度众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找一个与佛有缘的孩子，让他当下一个活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活佛为什么要指定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孩子作为转世灵童呢？又为什么要受法律管理呢？一般来说，活佛想要转世需要满足以下3个硬性指标，一个是在当地要有广大的信众基础，不然都是唯物主义者，谁还相信这一套？一个则是要有真实的传承系统和传承记录，以此防止弄虚作假。至于另一个，便是申请活佛转世的寺院要具备一定的资格与能力，包括经济条件和师资力量等。但满足了这3点，也不意味着每一个活佛都能转世，因为根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，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，以及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活佛，同样不具备转世资格。所以说，就算是活佛也得依法转世，并且除了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外，还要经过官方认证才算合法有效。换句话说，只有领取了官方发放的活佛证书，才是合法的活佛。正因如此，活佛转世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标准模板，先是现世的活佛圆寂，然后转世成灵童，再由喇嘛寻到灵童，最后让灵童通过学习成为新的活佛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永不断档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一切都得走流程。你想要转世可以，但得先报申请，依法过了之后，还得看当地人愿不愿意。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再怎么德高望重也是白搭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才能走下一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灵童。如果能的话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而被官方认定的活佛转世灵童，还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，比如早上7点就要起床，晚上10点还要背诵经文，和高3生也没差别了，并且还要持续10几年。不过这时又会出现一个新的 bug， 那就是灵童在学习过程中成为了唯物主义者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态度强硬的要放弃继位权，寺庙是不得加以阻拦的，但必须上报中国佛教协会审议，毕竟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。好在类似的事几乎很少发生。2016年，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，佛教也踩上了时代的列车，活佛管理也趋向互联网化。中国佛教协会还在这一年发布了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，基本上所有被法律认可的真活佛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查询到。要是没有或者信息不一致的话，那就是妥妥的山寨货了。由此可见，活佛想要完成转世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，并不是说指定谁就是谁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活佛也是需要政审的，无怪乎有网友戏称这是神权党授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遵守基本法，更别说玄之又玄的转世了。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，活佛为什么要转世呢？事实上，活佛转世并非藏传佛教创立之初就有的制度，而是佛教化身理论与西藏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相结合的产物。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，观音菩萨是雪域高原的守护者，历代高僧大德都被视为菩萨的化身，为了普度众生，他们会选择在圆寂后重返人间。这种成愿再来的理念就构成了转世的神学基础。这一制度最早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于公元13世纪创立。第一世噶玛巴圆寂前留下遗嘱，指示了自己转世的方向，从而寻访到了第二世噶玛巴。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活佛转世记录。随后这一制度被其他教派广泛采纳，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、班禅、额尔德尼等众多转世系统。原本最开始的时候，活佛们是不用转世的，只要把权力传承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就行了。而僧侣是不被允许有后人的，否则就要失去一切合法性，因此只能把权力代代传给其他的僧人。然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冲突，不管活佛把权力转嫁给谁，都势必会有人不满意，从而引发剧烈的冲突，影响民众对教义的信任。于是乎就有了转世一说，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宗教领袖的传承问题。乍一听十分玄乎，可实际上这恰恰是一套精妙至极的传承系统。对信众而言，转世的活佛象征着信仰永不中断，依然能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。但就现实意义来说，活佛转世制度比传统的师徒更具稳定性，也比家族传承更有神圣性，能有效凝聚人心，维护教派的既得利益，可以说全方位发展。被选中的小男孩往往还处在幼年期，压根就不可能行使活佛的实际权利，而等他们行使权利的时候，至少也要经过10几年。那这10几年里的权力交接和过渡是由谁来执行呢？显然是寺庙里的高级僧侣。类比一下摄政王角色，这样一来，僧侣们既能享受真正的权利，又不用背负不正当的骂名，简直就是一本万利。所以转世灵童的存在就是为了巧妙消解权力的交接，至于他是谁
完全不重要，至少在成为真正的活佛前，灵童就是个 NPC 般的存在。但转世灵童也是人，也有父母宗族，自然也就出现了利益纷争。于是为了争抢灵童的身份，徇私舞弊也就成了不可避免之事。为此，乾隆时期特地制定了金瓶撤迁制度，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舞弊的可能。到1936年，民国政府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，明确了转世流程。最后到2007年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更进一步进行了规范。可见不管是现任活佛还是国家，其实都不在乎谁是转世灵童，前者更关心下一任灵童的合法性，后者则更在意宗教是否合法。